所有的音乐已经开始了，音乐很大声，几乎可以冲破了天花板，从人群之中，上万人的人群中跑上舞台上的时候，我是李树全，大家好。生命中的贵人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希望人生之中有好多贵人出现，这些贵人到底是哪里找来的？他们怎么出现的？今天有这个机会，透过这个镜头跟你分享我们人生中的贵人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提到蔡妈妈这个故事，我再继续讲，就是后来蔡妈妈把我从2楼叫过来，我慢慢的从2楼走到蔡妈妈的沙发旁边，蔡妈妈突然之间从口袋里面抽出了一个劳力士的手表，她对我说 ：“David， 我要你去把这个劳力士表当掉，帮我买一张机票，我要帮你回去亚洲台湾去宣传你的音乐。”我在想，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音乐的产业她完全不懂，然后她心脏还装了一个 pacer， 然后手上还拿了一个 walker， 她要买飞机票回台湾，她连上飞机都不可能，人家根本都不给她上飞机，所以我就很感动。但是我对蔡妈妈说：“蔡妈妈，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你连上飞机都可能上不了，人家不让你上飞机。”蔡妈妈抓住我的手，她说：“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做，我没有办法开车出去把这个表拿去当，我必须要请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做成。”我说：“蔡妈妈，我就算去帮你买了一张机票，但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也要经过你的女儿刚刚的 L 小姐，你的2个儿子要同意授权了之后，我才能帮你买张机票，把你送上飞机。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做的决定帮你买的机票，这个后面的问题可大的嘞。”蔡妈妈说：“那你就去跟我的女儿联络，跟他们联络。”我并没有跟他们联络，但是那一天的晚上，蔡妈妈的大儿子打了第1通电话给我，跟我说 ：“David， 如果我的母亲这样交代，你就照着去做。”隔了几个小时，他的2儿子也打电话来说 ：“David， 妈妈如果是这样交代，你就照着去做。”又隔了没多久，他的女儿那个 L 小姐也打电话来跟我说：“ David， 如果这真的妈妈要去做的，你就去做吧。”我心中也在想，在过去这6个多月来、7个多月来，蔡妈妈住在我家里面，可能也很孤独，因为我们跟我的妻子白天都在外面上班，我们唯一的时间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带蔡妈妈出去到菜市场出去逛一逛。在美国的生活的确很孤独。我在想，蔡妈妈如果回去台湾之后，她或许有更多的朋友在那边，她可以更开心过日子。所以后来我确定了3个孩子都同意，我就带了这个劳力士表到了洛杉矶的市中心的珠宝市场 Jewelry Mart， 把这个劳力士的表给当了。我就把这个钱买了一张华航的机票，安排蔡妈妈飞回台湾。买完了机票，那一天我要把蔡妈妈送到机场，我推着蔡妈妈的轮椅
到了机场的柜台，有一个黑人，个子很大，过来协助我们，协助蔡妈妈来推这个轮椅。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处理好了之后，这位魁梧的黑人就推着蔡妈妈跟着我一起往登机门的方向走过去。到了最后的登机门门口的时候，这个黑人告诉我说，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从这个地方由我们接手过去。我就看着这个黑人，大个子很温柔的一个黑人，推着蔡妈妈的轮椅，蔡妈妈一直就转头看着我，然后我就在这边跟蔡妈妈挥手，跟蔡妈妈说再见。我的心里几乎眼泪快奔出来了，但是我不要想在她面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能给她一个笑容，送蔡妈妈上飞机，因为我不知道这趟10几个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路程，蔡妈妈的心脏到底能不能承担得了。长话短说，蔡妈妈就最后终于到了台湾，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一直大概1个多月以后，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一位郑小姐打来的。她突然打电话来说 ：“David， 你是李树全吗 ？”David， 我说呀，你需要到某个旅行社去找某个小姐，电话号码在这边，你去跟她讲，机票全部都帮你安排好了，然后就直接拿了机票，现在已经帮你安排好几月几号你要回到台北，马上飞过来。我说 What？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陌生人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蔡妈妈的电话号码，这是我唯一接到的一个通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旅行社，那个旅行社英文叫 Pegasus Travel， 这个女的叫 Agnes 就说 David， 我们这边有机票帮你安排好了，你就照着行程你就回去，这边所有的费用全部帮你安排了。我说我回到台湾干嘛要找谁？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全部不用担心，全部帮你安排好了。各位朋友，后来我才知道，我到了台湾之后，所有的活动都排了一个接着一个，排得满满的。细节我就暂时不在这边跟各位解释，但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打电话给我这个郑小姐，原来全部都是蔡妈妈在后面安排的。最后我在台北体育场做演唱会的时候，我还记得所有的音乐已经开始了，然后音乐很大声，几乎可以冲破了天花板。然后我跑上舞台上的时候，从人群之中，上万人的人群中，然后跑上舞台上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就是蔡妈妈和她的轮椅。当我看到蔡妈妈坐在前面贵宾排的第一排，我的眼睛看到了她的眼睛，我们两个突然锁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过去这1年多的过程，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他知道，我知道。各位朋友，这个故事隐瞒在我的心中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讲这件故事，因为牵涉到一些别人的家庭内部的事情。但是我想今天我只愿意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希望带你看到一件事情，人生中的贵人到底是如何出现的。他绝对不是我去找来的，也不是我敲门敲来的，也不是我用自己提拔自己然后去宣扬自己找来的，而是当你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去做那个对的事情，而不是把利益放在前面，是去做那件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些贵人就自然的出现了。后来蔡妈妈看完我的演唱会，我心中想，她为我的付出根本就无法计算。但是这些故事
幕后的过程只有他知道，还有我知道。没有多久，蔡妈妈说她希望再回美国看看她的孩子们，我们就帮蔡妈妈安排她回了美国。隔了大概半年之后，我接到了电话，蔡妈妈过世了。我就马上第二天冲上了飞机，去看蔡妈妈在 Forest Lawn 的墓，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我去看了蔡妈妈。各位朋友，贵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出现，我真的没有答案，但是我却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开始把利益放到一边的时候，然后去做那个对的事情，记住这句话是我跟女儿常常讲的一句话：你有责任跟义务，伸手主动的去关心你周边需要被帮助的人，就去做那件事情。你有能力的时候，只要你有任何一点能力，记住，伸手主动的去关心、帮助周边需要被帮助的人，去做那个对的事情，然后生命中的贵人就一个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实在有好多贵人出现，数不完。各位朋友，记住，当我们去关心很多国外面做很多的这些公益活动，很棒很棒，但是在我们做这么多的公益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周边有好多就在旁边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助。所以别忘了伸出你的手，主动的去帮助周边需要被帮助关心的人，那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各位给我这机会与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